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。大郎君那前王之兄武令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都是假儿子，当不得真。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，背后撑腰的是代孕。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？若真有代太尉撑腰，周平死不了。代院是儿臣的姑父，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，代院在内廷掌管内衙军。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，为了大局周全，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。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。儿臣当万死不辞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，有能看的。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。大王，六郎君来了。传他进来。诺。简教太傅、镇海镇东节度副使、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。每次都是这样啊。你不嫌啰嗦，姑都嫌你聒噪。明明是个少年，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？怎么？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暂拜不明不成？臣知错。有郎比你小不了几岁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一个稚气未脱，一个老气横秋的。九郎不曾进相府，进了相府，便不是姑的儿子了。礼不可废。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，就这么难吗？在家为父子，奏事论君臣。钱家的这位六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，你这参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？家也大了，立国的时候长了，难免要生出一些城狐蛇鼠。我不过是个经手的，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，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、军中宿将。东主，头菜来了。可有名号？这酒壶乃是1等1的细瓷，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，名为月夜。这鱼长24拱，故为24桥，名月夜。好名字，云清兄，请，请。细嫩鲜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点意思。赏。快谢赏啊！小人谢贵人的赏。罢了，下去吧。侯长史留意下，此人姓甚名谁？鱼字上的鱼字纹换作做酒精，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酒精大鱼上来。姓什么？却不知晓。
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，反倒错愕。看来这金银于他并不新鲜。或贵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，礼数上毫厘不差。那人靴子底下没有泥，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，应该是自海路乘船过来的。海上波涛汹涌，可是凶险的紧，所以船不会小。这小人竟是细作眼线，小人这便去拿了他新闻。追不及了，不要风声鹤唳，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，拿也拿不过来。不过此子年纪轻轻，出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世。你去市舶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至少300条以上，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，应该不难查到。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两个轻点踩啊，都慢着点。来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装起来，快点，都装好，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被足下见笑了，实在是饿得很了。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，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却是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？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出事了，是黄龙社的人。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1、2心腹在此守护，
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了。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站住！帮帮我吧，哥！帮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啊！是海丘船，在这个距离上，他们可以用箭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。来的是秦淮社哪位东主当面？快请上船一叙。飞云长剑，剑就是命，须臾不可操之人手。让他拿着吧。秦淮社李元清，见过大知司。原来是大东主当面，请恕文秀不恭。哼，元清死来孟浪，也实在怪罪不得大知司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海上的风浪虽大，亦非法外之地。某纵横半生，未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，也未吃过前王一粒米。吴越之法，与我秦淮社何事？华龙社虽不成器，好歹有蒙冲8艘，海丘16，货船无算，往还高丽、扶桑、琉球3幅旗。在这东海之上，我等便是法。船可以给你，人和货不行。市金500斤，买人买货。800斤，600斤，750斤。天下江山分崩离乱50、60年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650斤。是啊，乱世营生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700斤赤金，少1厘1毫。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。700斤便700斤，船外那小子送与某家，做个天头。1000斤，人和货我买了。
750斤买人和货，250斤买我自己。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，这南唐贼绑了我，索要货物为酬金。大知司只需扣下人、船、货，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。赤金1000斤，一里一毫，聚会不少。大知司，这小子胡言乱语，莫要被他所蒙蔽。行舟海上，信以为先。700斤赤金，说定了。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，元钦佩服。外头那个，价值250斤，大东主买吗？加价300斤，我买。涨到300了，大东主要跟吗？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联？程昭月有2个女儿，一个16，一个12，确实有个儿子，尚在襁褓之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？小人，阿就问你最好说真话。若是有1句假话，便切你1只耳朵；若是2句，便切2只；若是3句，你的鼻子可就没了。这是真话。头却热。铠甲。山文铠、乌锤甲2当铠都有，连明光铠都见了一副。李元清，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，黑云都的都帅，何必不辞辛劳，远赴波涛，跑到吴越来买甲？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啊！应该是带别人卖。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甲，他将人都买去了，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。但那小子醒了，或许能问出来。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。250，你醒了。快喝了。什么时辰了？这是何处？你发了1宿的热了，出了这许多汗，又酸又臭，这张榻怕是要不得了。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，喝了便好了。给，甜的。你饿了吧？你的吃食在外面，我去给你拿来。沈秋高，沈秋高，小人是学问啊！你可看得仔细，那确实是一条海囚船。千真万确是一艘海囚船。明州水营？不是。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不可能是明州水营。那又会是谁呢？黄龙岛。都是同胞兄弟。六郎何其规矩小事，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？偏生个九郎，从来不让人放心。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。
看来这一番，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。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你是否知晓，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晓？这次能说吗？能说，猜的。哎，你这250，嗯。那你来猜猜看，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？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交易的是铠甲。啊？这露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武士，这是铠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，都是谋逆的大罪。盗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出来，可是要问大逆的。合族男子问死，女眷接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？嗯，却也未见得这么快。只要手脚迅捷，还来得及补救。太尉。哦，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当。比往日的都妥当啊？怎么说？往日出库的赏赐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却是大红，那颜色呀，又鲜亮又好看。拿回家去，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体面。都是绯红。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，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两色的。如此说来，都是杂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将告退。何成群这个傻才，好大的胆子！杨老三，你疯了！擅自带兵冲闯内库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是人家何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，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，然后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围，不许人进，更不许人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这要跑出去一只耗子，钻进来一只蚂蚁，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。连头，擅自带兵封锁内库，我这便去禀报大王。无需你去禀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、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这老不死的粗人，
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库里的假尚未补齐，明儿一旦查起来，这仗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假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喂，250。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。又有什么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岛了，是他要见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宫，三哥，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？准定是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？你就安心吧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早点歇息吧，顾的身子恐怕是熬不了夜了。不好了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王，开门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李春月啊，是内库，这李春月他走了水了呀！快！这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实话也无，倒真有乃父之风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，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，月黑风高之夜，大知司杀人夺船，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。你谨慎的并不为错。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，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，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？母亲，罢了，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续。恭送母亲大人。行了，你们兄弟自叙话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随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
回去再收拾你。